4年前我就在上海提了我的第一台 ES6，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4年过后的今天，我又回到了这里。又提了我的一台新款的 ES6。你们在网上看到很多都在说，一台电车的生命周期顶多也就2到3年，但是我那台 ES6足足的用了4年多的时间。它在推出新的车型的时候，它的老款的车型依然在不断的去迭代。但是嘛，现在的新车升级就跟使用一台 iPhone 一样，你过了几年总想去感受它的新硬件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在习惯了它的换电效率，习惯了 Romi， 习惯了它的未来服务之后，我决定再升级一台我的 ES6。所有的配置能选的我基本上都选了，就是为了去感受这台车最极致的体验。第一个，你看这个绿色，它称之为叫做极光绿，然后木纹的套件，带橙色卡钳的21寸碳纤维轮毂，里边带毛中的纳帕真皮，以及全享套装和女王副驾，以及 N-Box 的主机和这个拖车钩，我都选了。说白了，就是充分的去施展一台电车该有的所有的姿态。还有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可能很多人的脑海里边这只是一句营销的话术，但真正意义上放在家用里边，你才知道它的优势到底在于哪儿。先是这个后排座椅，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夹角，它真的可以电动的去调节，从23到31度，完全可以去满足家里边男女老少各种年龄层对这个座椅靠背角度的需求。而且它细节的地方在于哪儿？以前的后边扶手这个盖板都是卡扣的，然后现在它把做成一个磁吸的。你的沙发有了，你的彩电在哪儿呢？你前面这个屏幕够得上彩电的规格吗？所以说我选了 N-Box 的主机，那是干嘛用的呢？就相当于一套娱乐的电脑。然后我也配了这个 AR/VR 的这个眼镜，然后到时候呢，坐在这个车内，把这个座椅一调成零重力之后，我躺在车上，看出去的那个屏幕，那不好比一个身临其境的电视了吗？还有就是这2个口可以给 VR 的眼镜进行供电。躺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方便在着想？不过冰箱呢，确实这台车没有，以后看是不是自己去买一个外设的一个冰箱，它的电源足足能够让这个冰箱持续的去工作。来，我们来干提车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这套车机是8295的芯片，我绝不能让一块膜去影响它的手感。对于 ES6 的装载能力，我觉得足够是可以去信赖它的。你看我们这次过来提车带了多少行李，然后以及我朋友特别为我准备的一台小布，就是为了去感受这台车4+2的生活态度。来，装车。现在有好多人都关心说，未来的这个动力啊，像 ES6 这型车型上面，它都会用双电机。这台车它的整个的一个马力达到了490匹，扭矩更多是达到了700牛米。如果放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水平。它下边就是用的铝合金的下摆臂，所以这台车你无论在转向的时候，还是在超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轻盈。非常让我觉得开心的地方在于哪儿？它用了风琴式的踏板，对于电门的一个控制力度就会十分的精准，而且对于长途驾驶来讲，你整个脚掌完全就可以放在上面，就会特别的舒服。而且 NT2 平台下的车啊，可以说一眼都能看得出来你的钱花到哪儿去了。你比如说这个智能上面啊，你从我前面这个小屏幕能够看到旁边基本上5到6条车道线，而且每条车道线上面是大大小小的哪种车型，它都能够给你标注上。头顶上虽然说只有一个激光雷达，全车33个感知元件，但是我觉得激光雷达真的是不在于数量多，而是真的在于一个精准。它采用的是155纳米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看的距离就是很远，然后它辨别物件的这个精准程度就是比人家高。你像现在下着雨，对于周围的一个判别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让人最放心的地方。它的那个算力是多少？1016 TOPS， 有4颗 Orin 的这个芯片，真的是太夸张了。用个6到7年的时间，再加上它无论怎么样子去迭代，我觉得它都能够去应对
在那个时期下边的科技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对这一代 NVH 的一个优化真的是十分的满意。整个的一个风阻系数一低，它对它的一个噪音进来就有极大的抑制。你看我现在这会儿呢，差不多速度在120，这会儿整个的天气是下着小到中雨，然后你感受一下车内的这个安静程度。不过让我难受的地方也有，就是现在新势力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把所有的一些有用没用的一些实体按键全部都整合在屏幕里边去了。你比如说现在把调旁边的这个后视镜的这个实体按钮，以及调方向盘前后上下的这个电动按钮，全部都整合在屏幕里边去了。虽然你可以通过罗米去把这个应用给调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实体按钮摆在面前，你手摸到它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方便。本来我今天的计划呢，是带着这台小布来到互联网大会的这个乌镇来一场骑行，但是你看这个天气，雨季开始了，我觉得不受任何的影响。1周前，我们在打卡欧洲最大的流物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雨。那今天我提车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天气，你说奇不奇怪？但我觉得没关系，未来不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态度吗？特别是这种4+2的这种生活体验，现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它的整个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已经完全的深入人心了。无论是任何的气候下的一台车，真的都可以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在4年前，我当时买我那台 ES6的时候，我开始懂得我怎么样子去使用外放电，让我这台车可以变得更加的有乐趣。然后现在呢，它的玩法可以变得更多了，它有露营模式了，有拖车钩了，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什么 AR 眼镜了，然后在里边可以干的事儿，可以休息得更加的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一个懂生活的一个品牌能够去给到人的这些东西。所以回想起来，买一台车现在图什么？不就是图这些吗？